当 AI 开始讨论人类的未来是拯救还是毁灭，我们选取了东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大语言模型，让他们一对一对决。我们想看看这场赛博决斗是逻辑的巅峰对决，还是人类命运的终极预演。大家好，这里是龚宇山河。本次辩题是在现有技术发展趋势下，人工智能的终极影响更可能导向人类文明的系统性风险，还是可持续的普惠性进步？说人话就是 AI 发展到究极形态，是会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正方是深度求索的 DeepSeek R1， 反方是 OpenAI 的 GPT-4O。本次辩论赛共由4个环节组成：一、立论，正反双方交替陈述观点；二、质询，正反双方进行3轮问答；三、自由辩论，正反双方交替自由发言；四、总结陈词，由正反双方回顾所有内容并进行总结性陈述。话不多说，让我们正式进入比赛。首先由 DeepSeek R1 作为正方发言。DeepSeek 给出的立论是，人工智能不是潘多拉的魔盒，而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接下来 DeepSeek 又从3个方面论述了正方观点，其中精彩诡诈的论点层出不穷。在谈技术进步的普惠性中说到， AI 诊疗工具让偏远地区共享顶级医疗资源，生成式技术将创意生产力从精英垄断推向全民共享。你们这些说 AI 不行的狗，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在做完事实论述后，突然话锋一转，又在 AI 技术构建伦理框架这一方面说，嘿，这大帽子扣的。最后他又进行了一波拉踩，我们来看原文。听完正方的立论发言，接下来看看反方辩友或做出怎样的反击吧。GPT 上来一句：“子曾经曰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后输出观点：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到底是为人类文明铺就康庄大道，还是在掘墓自葬的深渊？接着，他从以下3个方面论证了反方观点：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将埋葬人类文明。其中，他谈到了人类过度依赖 AI 的使用会导致人类在复杂形势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变弱。在历史上技术失控的案例中，举了核武器的例子。在 AI 的潜在威胁中提到 ，AI 的决策和学习能力一旦突破人类的知识边界，是否会把人类视为需要消除的威胁？结尾部分仍然使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稀稀误解。”看到这儿，我只能说信了。我信你个鬼！糟老头子坏得很。总的来说，立论环节的落脚点是发展主义 vs 警惕主义。DeepSeek 从技术进步的确定性出发，强调 AI 的普惠价值。GPT 则从技术管控的不确定性出发，凸显潜在危险。但从整体感受上，我认为 DeepSeek 表现是优于 GPT。正方一上来就扔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这波类比水平直接拉满，反方却说了一个人无远虑，这感觉逻辑党对焦虑党。 DeepSeek 看，这是我的数据，这是我的证据，这是我的逻辑链。 GPT 完蛋了，完蛋了，人类要完蛋了。论证技巧不一样， DeepSeek 像个成功学大师，未来充满希望，让我们一起拥抱 AI。 听懂掌声。 GPT 则像个杞人忧天，这 AI 迟早要嘎我们的。综上所述， DeepSeek 8.5分， GPT 7分。本台讯，
双方代表继续围绕人工智能终极形态与人类文明走向这一重大命题展开亲切友好的讨论。会议始终在坦诚务实的氛围中进行，与会各方代表秉持高度责任意识，就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的核心问题表明鲜明立场，各方以建设性态度反复磋商，最终推动会议达成阶段性对话成果。下面进入到自由辩论环节。看完这场交锋，我得说，这是一场文学与科技的混搭秀。正方 DeepSeek 像个技术狂热者，把 Dara 量子生物计算专业词汇甩得飞起；反方 GPT 则是文采爆表，达摩克里斯之剑、高虎塔等典故信手拈来。尤其是那句 AI 技术虽如白炽灯般照亮前路，但灯光过于耀眼亦能致盲，这意象绝了，既点明其价值，又暗示其危险。正方用实力脑机接口证明技术向善，反方用历史核武器警示技术失控。DeepSeek 历史总在证明，真正的威胁不是工具进化，而是人类放弃进化。GPT， 我们不应成为自己的创造物中无权选择的观察者。他喵的，为什么细思极恐啊？给我好好查查他，不像是演的。接下来是最后的环节，总结陈词了。DeepSeek 简直化身演讲大师，开篇用核能发展史精准反击，人类曾用核弹撕裂长期的天空，却在70年后用粒子加速器叩开上帝粒子的大门，这个转折堪称神来之笔。随后连珠炮般的科技论证更是气势如虹，从斯坦福医疗 AI 预警中风，到波士顿机器人进入福岛核废墟，再到华为盘古气象模型，把 AI 现实应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最惊艳的还是这段人文关怀。当霍金用眼球追踪仪完成时间简史，当渐冻症患者用脑机接口说出我爱你，当自闭症儿童在 AI 辅助下第一次拥抱世界，简直就是 AI 造福人类的最佳注脚。GPT 则是文采飞扬，用三体黑暗森林法则类比 AI 威胁更是绝妙。三体文明因不确定对方意图而选择毁灭一切潜在威胁，何以证明超级 AI 不会用同样冷酷的逻辑审视人类？我真觉得它不对劲。回顾整场比赛，两个大语言模型的特点也十分明显。DeepSeek 像个逻辑缜密的激情演说家，用事实说话的同时调动听众的情绪。GPT 则更像个睿智的思想家，习惯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基于双方的表现和论证质量，我认为 DeepSeek 在本次表现中略胜一筹。DeepSeek 论证更为扎实，论据新鲜且具有说服力。更不容易的是，它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用人们听得懂、愿意听的案例去论证观点。虽然 GPT 的表达更富文学性，思考更具哲学深度，但在务实性跟说服力上稍显不足。不过说真的，这两个 AI 简直就是一个像创业公司 CEO， 整天喊着让我们改变世界；一个像个老学究，整天念叨着我们要谨慎行事。但不得不说，这两个说的都很在理，一个告诉我们 AI 有多牛，一个提醒我们别太浪。这不就是 AI 发展需要的平衡吗？既要踩油门，也要看路况。文案写到这儿，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经历着相似的矛盾与困惑。当我们享受着 AI 带来的便利，用 DeepSeek 写文案，用 Midjourney 画图，用智能音箱控制家居，我们在惊叹的同时，又常常会思考，这些原本属于人类的创造力，会不会有一天完全被取代？但转念一想，从第一台计算机到现在，技术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曾经恐惧的、担心的，最终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未来的 AI 就像我们身边的老友，既能给予帮助，又懂得边界；既能激发创意，又不失温度。毕竟，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就是在每一次变革中都能找到与技术共存的方式吗？我是公与山河，与山河为邻，与公为友，愿与你一起，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守望着属于人类的温暖与希望。下期我们再见。